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我们来讲莱瑟塔的第二次访谈记录。在12月的一天呢，一个叫做 OK 的记者呢，他的办公室里发生了3件离奇的事情。他的铅笔呢悬浮在空中，他的咖啡杯呢瞬间结冰，而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呢并非人类。OK 的职业生涯呢是建立在穿越每一个外星的故事，每一个超自然的声明和每一个他见过的超自然现象。这个记者的文章，他毁掉了许多人的职业生涯，因为他就是为了揭穿别人的谎言而存在的一个专业的怀疑论者。但现在呢，他的铅笔呢正悬浮在他桌子的上方，而坐在他对面的女人呢自称叫莱瑟塔。他就告诉他说人类是如何被创造，以及将如何终结的，并且呢他能够证明这一点。他声称自己来自一个生活在地球深处的种族，有人说他们是变形者，但他们呢并不改变自己的形状，而是改变人类大脑看待事物的方式。他们高度进化和智能，拥有极其先进的技术，他们称自己是爬虫类生物。莱瑟塔呢是在2000年代出现在网络上的，他们总共是2次访谈记录，一次呢是来自于1999年，一次是2000年。那其中呢，就是一位名为 OK 的记者呢，与一位来自自称是莱瑟塔的女性爬虫类生物呢进行了交谈。当他和人类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无法正确的发音他自己的名字，而在他的文化中呢，错误的发音呢对他们来说是不礼貌的。这个莱瑟塔呢，他自称自己是28岁，身高呢约5英尺左右，类人形态，他的皮肤呢是淡绿色的，带有棕色的斑点，眼睛呢比人类的要大，瞳孔呢是垂直的夹缝形状，就跟那个猫的眼睛很相似。当他眨眼的时候呢，是一层透明的膜会横向的划过眼睛。他们的种族呢被称为Terno， 他们自称的是生活在地球深处已经数百万年了，居住在从坚固岩石中凿出的广阔区域城市中。但重要的是呢，莱瑟塔知道关于我们远古的文化、量子力学、计算机科学等各种事情。他说呢，人类并非是进化而来，而是被需要奴隶的外星人设计而来的。那么这些外星人呢有许多的名字，他们称之为艾拉汉，也被称之为阿努纳奇。他们需要工人，于是呢他们找到了当时地球上的猿类呢，并开始研究。但他说你们人类不是第1个版本，而是第7代版本。每一个版本呢都是一个实验、创造、测试、摧毁，然后再重新开始。在完成了第7个版本之前呢，他说他们离开了地球，现在呢他们即将回来。而莱瑟塔就说呢，人类的进化论就是一个谎言。这一点呢，宇哥个人也是挺相信的。他说我们是由名为阿努纳奇的外星人创造的，他们来自于太阳系。而阿努纳奇呢是在数百万年前来到地球开采铜矿和黄金，这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嘛。因此呢，他们改变了原始猿类的基因，创造了新的物种来做这项工作。那第1个版本呢有希望，但是有缺陷，所以他们将其消灭呢，又重新开始。所以莱瑟塔说，就是阿努纳奇呢加速了我们的进化，这与尼比鲁的那个泥板上所记载的事件呢居然是相吻合的。他说再看看我们的时间线我们用了200万年改进了一只毛，然后居然在1000年之内呢掌握了电力，将人类送上了月球。我们从狩猎者呢突然之间变成了太空旅行者，所用的时间呢仅只是从人呢到直立人这一小部分的时间，而我们的 DNA 呢包含了与我们的祖先不匹配的各种基因。包括詹姆斯·盖茨博士呢，他就发现了嵌入人类 DNA 中是有一些纠错代码的，证明了我们呢是被设计的，而非进化而来的。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几乎每一个古代文化呢，其实都讲述了同样的创造的故事。他们都说呢，光之生命体呢乘坐巨大的飞船而来，创造了人类，并赐予了他们知识。这不是出于仁慈，而是因为他们需要聪明的奴隶，但不能太聪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摧毁了第5代、第6代的版本。当时呢，数百万人死亡，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出现了太多的问题了，所以他们制造了地震、火山，有的时候呢就是大洪水。我们发生的那一次大洪水的传说呢，就是最后一次重置了。他说每一个文化呢都有洪水的神话，因为它确实发生过。而莱瑟塔就说呢，他们预计这个阿努纳奇将会回来继续完成他们的工作，而我们呢无法阻止他们，因为我们没有技术与他们去战斗了，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因为我们人类不能够去地下嘛，地下是属于现在蜥蜴人他们的。蜥蜴人就说土耳其的那个达伦库优地下城呢，是一个深达18层的谜团，几乎是深入了地下300英尺。它拥有着良好的通风系统淡水系统，声学密室呢都被调节到了特定的频率。据称呢，它就是用这些青铜技术所建造的，但事实是没有人知道是谁建造了它，或者是什么让他们如此的深藏地下呢？
那根据莱瑟塔的说法呢，达伦库优并不是一座古代人类的城市，它是通往地下庞大的他们那个 Terno 文明的网络的一个入口而已。他说他们主要是定居位于地球表面以下14000英尺处，而每一座大城市呢都是几英里宽，凿入了坚固的岩石之中。中心呢是一个700英尺高的柱子，它呢是用来调节气候、产生人造的阳光，并管理气流疏通的。他说在马耳他的地下水库呢也有类似的谜团，它是于1902年被发现的。这个地下结构呢也具有不寻常的声学特性。当时那么巨大的石头到底是如何被切割的呢？仍然存在着争议。那里的声学特性也是相当文明的，密室呢都被调节到了110赫兹，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此外呢，石头也非常的精准，虽然没有主流证据表明它超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能力，但所涉及的技术呢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还有一些地质调查呢也证实了地下深处有广阔的洞穴系统，这引发了空心地球的理论。包括南美洲的神话呢也描述了庞大的地下网络。地质调查呢已经勘测到了地表深处的一些洞穴，但是呢我们的技术无法到达他们的城市。而这个莱瑟塔就称呢，他说有一个地方我们的技术也许可以到达，那就是尤卡坦半岛。因为那个地方的西克苏鲁伯有一个撞击坑，地质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说，岩石曾被强烈的热量和压力所改变，但是呢它不是来自于上方，而是来自于下方。根据莱瑟塔的说法呢，说这些呢都不是随机构造的，它们都是战争的一些痕迹，曾经是因为一场为铜而战的战争而导致了这个结果。那是发生在6500万年前了。这场古老的战役呢，双方是两支先进的种族，一支呢是从你们的宇宙而来，今天称之为南河三小犬星座的太阳系而来，另一支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是另一种爬虫族，但是和我们的族类无关，因为呢他们是从他们本地的蜥蜴种族进化而来，未受到外来的影响。这支先进的爬虫族呢，不是从这个宇宙，而是从另一个宇宙完全相同的宇宙泡沫的气泡而来。你们或许会称其为另一个次元，但这不是正确的词汇的描述。他说这支先进的族类呢，能够利用你们称之为量子科技的东西呢，来行走于泡沫之间，并且呢有实时通讯的方法，仅用心智呢就可以达成。这在你们看来呢，就很像是魔术一般。他说另一支那就是太阳系而来的这个人类的种族，他们早于这个爬虫族150年前到达地球，在原始的大陆上他们建立了聚集地，在你们今天称之为南极洲的大陆上呢，其中的一个地方呢大量的聚集，而另一个他们的地点呢是在亚洲的土地上。但是当这个爬虫族抵达太阳系的时候呢，南河三的这个类人形的外星人呢就试着和平的与他们沟通，但是却没有成功，所以全球大战呢数月之内即将展开。他说你们要理解两只种族呢都对这颗年轻的星球非常感兴趣，不是出于生态和未发展的生物，而是因为一个原因就是原生矿物，特别是铜。他说要理解这个原因呢，你们就必须要知道铜对于某些先进的种族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即便是现在。他说大约在6600万年前呢，一颗小行星撞击了尤卡坦半岛，但是这次撞击呢在地质记录中留下了1，但是莱瑟塔说我们搞反了。他说1不是来自于太空，而是一种以铜为燃料的核武器的放射性尘埃。他说当铜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核聚变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不应该存在的元素。那铜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材料，如果你在正确的角度诱导高电磁场呢，就会产生一个交叉的波动场。那在这种辐射场的场势之中呢，铜与其他的元素呢聚变的话，就可以产生一种特殊的物质的立场。他说这对于各种技术或任务来说呢非常有用。他说铜可以产生能够操纵重力空间和时间的各种能量场，所以蜥蜴人一直将其用于推进飞行器，并创建一个与地球磁场相反的排列的场。他说打个比方，就是当两个磁铁相同的极靠近的时候，它们就会产生一个排斥的场嘛。他说那么我们就用这个铜聚变来创建一个推动地球磁场的场，这就是他们的飞行方式。但实际上呢是很有道理的，但地球的磁场是在不断移动的呀，所以 UFO 呢也是要实时的调整他们的这个磁场的排列，所以这就很难做到。所以蜥蜴人就说他们有时候也会失败。他说两只种族呢都想得到地球的铜矿，于是他们在太空和地球的轨道外展开了一场持续并不算长的战争。他说类人族开始阶段呢似乎很厉害，马上要成功胜利了，但在最后一场战役中呢，爬虫族决定用一种强大的实验性武器，一种特殊的能够摧毁行星生命形式而无害于原生矿物质的一个热核弹。这个核弹呢在太空点火，并在你们今天称之为尤卡坦半岛的一个地点引爆。由于引爆在大海之中呢，逐渐产生出了氢元素和一些未可预知的融合，于是就造成了爬虫族
所没有料想到的更严重的后果。于是呢，地球的海水引发了连锁反应，导致了核冬天持续了200年。届时呢，大部分的人类死亡，而爬虫族呢，1些年以后呢，也出现了一些未知的原因，而失去了对这个星球的兴趣。也许是因为辐射，所以他们也就离开了。所以莱瑟塔就说，那个时候的地球呢，就又变成了孤零零的了，地表的动物那些都变亡了，基本上所有的恐龙、爬虫都在20年之间死去。他说，只有一些特别的海洋生物呢，得以在200-300年里存活下来。而核子冬天呢，于200年之后结束，而地球呢，比之前就变得更冷了。灾难过后呢，仍然有幸存的一些物种，比如说鱼类啊、鸟类啊、小型的爬行哺乳动物啊，还有一些特殊的小型的先进恐龙。他说，这种最新的小型先进恐龙呢，也是用2条腿直立行走，看上去呢，有点像你们重新塑造的禽龙。但是有理论说呢，是这场大爆炸呢令器官变异而导致了这个新物种的出现。然而这种小型的类人形的恐龙呢，在之后的3000万年间呢，由一只动物呢，向一种多多少少有思想的生命形态开始进化。那么这种生物它足够聪明，不会在接下来的几百万年内灭亡，因为他们学到了改变自己的行为。他们住在洞穴中取代待在严寒的自然环境之中。在其后的2000万年里呢，有3只先进的爬虫族和所有其他低等级的动物呢，在地球上一起存活了下来。通过自然和人工交叉繁衍呢，这3只种族呢，联合成为了1只爬虫族，并由其创造出了基因操纵的方法。他说，实际上就是在之后的岁月里呢，我们就朝着更像是人类或者是哺乳动物的面容发展。不过我们没有再分裂为其他的种族。那么大约在150万年前呢，他说另一支外星种族来到了地球。令人诧异的是，他们仍然是6000多万年前第一次来的那一支。他说，这一支类人形的外星种族呢，你们今天称他们为伊洛因，又称为阿努纳奇。他说，他们的兴趣呢，不在于原生的矿物质和铜。令我们吃惊的是，他们的兴趣居然改变成了在于发展类人猿了。他们无视我们的存在，决定帮助类人猿快速进化，想要在将来的战争之中呢，把他们作为某种奴隶种族来服役。而这个伊洛因呢，他们都从太阳系而来，他们是非常高大的人类种族，金发白皙的皮肤。起初他们看上去很聪明和平，然后呢，我们多多少少友善地与他们沟通过。不过后来呢，他们就暴露出了真实的意图和计划。他们想将类人猿呢改良成为新的品种，而我们呢就成为了他们新的行动的干扰因素了。开始呢，他说他们就抓了1-2万的类人猿的祖先，之后呢离开了几百年。当他们返回的时候呢，他说你们的祖先就更接近人类，然后他们又离开了几千年。这段时间里，你们原始的先人和我们是生活在一起，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怕我们的飞行器和科技而已。而伊洛因他们呢，就增强了他们的心智、大脑和身体结构。现在呢，他们居然会使用工具和火了。他说伊洛因在23000年间呢，往返了地球7次，加速了你们人种中的某些种群的进化。他说你就必须明白，你们并不是这个星球上第一次人类的创造，而最初进化的人类呢是不完善的。几个世纪以后呢，外星人决定终结他们首次的创造，然后又加速了第2次更好的实验系列，接着一次又一次。真相就是，他说现在的文明不是第1次存在的文明，而是第7次了。最初文明的建造已经不存在了，不过第5次文明，他说建造了你们大型的三角形的建筑，你们称之为埃及金字塔。时间呢，大约是在75000年前。你们的埃及人只是在沙漠上发现了古老的大金字塔，而且他们还曾经仿造过它们，却不是很成功。第6次文明呢，是你们今天能够在比米尼地区的海底发现的，那是16000年前的城市遗迹。而最后一次呢，就是你们的第7次文明创造了，仅仅是在8500年前完成的。而这些呢，是你们唯一记住的，以及和宗教文献中都有记录的一次。他说，我们曾经和这些伊洛因人之间有一场很长的战争，包括伊洛因内部团队之间也有过，因为他们之中有很多人会认为一遍又一遍的在地球上创造人类没什么真正的意义。我们最后一场战争是发生在5000年前，地表和地球的轨道上。当时他们用强大的声波武器摧毁了我们的地底城市，而我们呢，摧毁了他们许多地面的空间设施。当时你们人类观察到了这场战争就怀有了极度的恐惧，你们将其书写到了宗教的神话之中。而伊洛因呢，作为第7次文明创造的神呢，他们就告诉人类说，这是一场正邪之间的对抗。他说他们是正面的，而蜥蜴人是邪恶的。他说以我的观点呢，其实我们蜥蜴人是为了自己的行星的权利而战的。以你们的时间大约是在4943年前。他说伊洛因出于不明原因呢，突然之间又离开了地球，好像是因为战争呢，导致了他们的那个星球的大气层有破损。他说这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呢，我们很多的历史学家称之为这是我们的胜利日。于是人类开始走自己的路了，你们的文明发展起来了。从距今的4900年到现在呢，许多其他的外星种族来到了地球，其中一些呢用旧式的教导呢，并在你们的心智中编程，再次为你们扮演了上帝的角色。但是伊洛因呢本身没有再回来了。他说他们离开这个星球为期已经几千年了，所以我们很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够再回来，结束他们自己的设计。莱斯塔就说，你们今日的文明呢是不知道自己真实起源以及过去的，你们真实的世界和宇宙你们都不知道。而且你们对我们来说和我们的过去呢也知之甚少。他说呢，我将会告诉你真相。莱斯塔就说，你们现代的军队呢也正在尝试重新创建同聚变的技术，但是莱瑟塔就说呢，他们是遵循一些图纸来设计的。他说你们根本就不理解这个过程，需要更深层次的知识，不仅仅是物理学，还有生物学。因为同聚变呢，真正的力量不仅仅是操纵物质，它还涉及到操纵的那个物质的人的潜意识。所以在莱瑟塔与这个 OK 第二次的访谈之中呢，他就展示了 Turno 的这个心灵能力。首先就是心灵的感应，莱瑟塔伸出手呢，他的咖啡杯瞬间被冻结，一支笔呢从桌上漂浮了起来。当时这个记者就惊呆了，而且莱瑟塔说这不是魔法，这是生物学。他说我们能够使用心灵感应和心灵制动，从出生那天起呢，我们的大脑结构就与你们有些不同的，而且我们是更加活跃的，尤其是在阳光底下。当我们在地表遇到人类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通过心灵感应触摸而诱导他们，命令他们呢把我们视为同类。而脆弱的人类的思维呢，会毫无抗拒地接受这个命令。尽管呢我们有爬虫的外表，但是我们会把我们呢视为正常的人类。他说我们也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出现，所以爬虫类呢也是避免与人类接触的。他说但是另一个上次没有走干净的那个爬虫类种族呢，他们控制着地球。有些爬虫类种族呢已经渗透到了世界权力的中心结构之中。他说比如说他们会伪装成金融、媒体、政治各种领域的领导者，他们操纵全球事件，引导你们走上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他们从月球运作呢，他说那是一个古代外星人建造的人工基地，而月球广播频率呢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他说那个爬虫族呢就是以此为食的。而这个 OK 记者呢还看了这个莱瑟塔的真实形态，因为呢是他允许让他看到的。他通常以一位迷人的黑发女子出现。莱瑟塔就说呢，人类也有这些能力的其实，但是阿努纳奇呢抑制了他们。一些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五角大楼呢有一些超感官知觉的研究，不仅仅是关于人类通灵的，他们还研究了磁场波动改变儿童的脑电波的各种场所和设计和各种实验。莱瑟塔就说，根据他们知道的一些机密得出结论，就是阿努纳奇呢曾经在人类的 DNA 中留下了一些东西，无论它是什么，他们正在苏醒。他说地球的磁场北极呢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移动得更快了，每年大约可以移动35英里。这样的话呢，世界的磁模型就跟不上了，所以你们的科学家并不完全理解这是为什么。但是莱瑟塔说呢，这些所有一切的干扰其实都是阿努纳奇设计的一部分。他们在人类的 DNA 中构建了触发器，他们会在特定的条件下被激活，那变化的磁场就影响人类的意识。而阿努纳奇呢不仅仅是想要工人，他们想要的是武器，活体武器，而这些武器呢会按计划进化的。他说你们快速的技术进步呢并非是偶然，它是被编程进了你们的 DNA 当中的。他说有3个外星种族呢正在为地球而来，一个呢需要人类的基因，另一个呢需要我们从海洋中提取的氢气，第3个呢想要地球上的铜作为武器。他说阿努纳奇设计我们呢是用来击败他们所有人的。他说你们的创造者不仅给了你们智慧，还给了你们侵略性、领土的本能性和群体心态。他说他们创造你们是为了战斗，为了防御，所以第7个版本并不是他们最终的创造，这是他们第一个成功的原型而已。所以阿努纳奇呢不是来毁灭人类，而是来完成他们开始的事情。问题呢不在于我们是否会生存，而是在于当他们完成所有的这些计划之后，你们是否还会是人类呢？当莱瑟塔档案呢在2000年初登陆网络的时候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里面就说恐龙是被外星战争杀死的，而人类呢被古代的宇航员所设计的，地下有爬虫类的城市，磁场呢控制人类的意识。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而莱瑟塔的口中叙述的内容条理很清晰，并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目前也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所以呢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判断它是真是假。我个人呢还是比较相信一些神话和传说的，所以大家认为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
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